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国际形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一周的最新开始，今天欢迎观众朋友特别要跟我们做更多的留言跟互动哦。这个全新的一周，谢谢大家帮我们的节目继续的按赞，并且呢在留言区写下热推2个字，或者是按下热推键。如果希望跟我互动的，可以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那么我会亲自的针对这些留言来做回复。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观众朋友来持续探讨的是，现在在美伊战争这一场和谈破局了，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伊朗动作更加的强硬了，无人机开轰美国的商船，那么潜艇现在也杀进了波斯湾。另外一方面，在里海的这边，俄国现在给伊朗秘密的在书写军火线。今天我们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探讨。好，川普这一次又再一次的暴怒了，他公开的表示说，伊朗对于停战方案的回应是他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并且像说接下来美军只要2周的时间就能够完全的摧毁所有伊朗的目标。听完了川普的发言，伊朗也没有再客气的。他说，伊朗不是为了取悦川普而谈判的，还说川普通常不高兴的时候，情况反而对伊朗来说是更好的。我们来看到福斯新闻最新来自于 Fox News 的报道，中东火线再次的引爆，这一次地点在荷姆兹海峡这边，一艘美国的商船在波斯湾遭遇了伊朗的无人机攻击，让美伊冲突在升级之后，成为美国商船首次直接被攻击的一起事件了。除了说看到伊朗方面直接进行开火之外，我们来看到伊朗也毫不遮掩的说了，我们自制的轻型潜艇已经在波斯湾执行海底潜伏的任务了，并且革命卫队站出来警告，飞弹跟无人机现在都已经锁定敌方了，随时我们都在准备可以来开火。那么他还说，凡是配合美国制裁伊朗的国家，船只通过荷姆兹海峡都可能会遭到拦截，甚至是开火阻拦等等。接下来要担心的事情是，伊朗的各种不对称的作战能力，已经从被动的防守变成主动的针对荷姆兹海峡这边做更多的攻击。那么寄出的武器包括了蚊子快艇，还有水雷无人机、暗制的飞弹、自杀攻击艇跟小型的潜艇等等，都是美军方面现在最害怕的一些武器。好，接下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舰长如何看了。伊朗现在是拒绝停火了，无人机也直接扫。刚刚看到的是美国的商船原本的蚊子舰队就已经让美军极为痛苦了，现在还再加上我们刚刚特别看到了一系列的这些军事武器，不管是潜艇、水雷、无人机，不对称的作战，接下来对于美军来说，是不是压力快速的上升当中，美伊战争有没有可能全面重启？舰长怎么看？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一个14、15日这个中美的习川会结束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川普可能就会放开手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其实伊朗的也就是我们看到霍姆兹海峡的部分，也可能是那个谈判桌上面讨论的议题之一。那但是呢，以现在为止那个川普对于这个伊朗他的提案呢，他说完全不可接受。为什么完全不可以接受呢？也就是因为它有关于浓缩铀有关于霍姆兹海峡的部分，其实都不是川普所想。那至于说蚊子舰队的部分其实那个我们看到在停火之前它所有的也就是蚊子舰队，无论是空中的见证者136，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个，它都是这种很小的小艇，甚至连20尺都不到那这种小艇呢，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它，它非常类似之前我们的前参谋总长所提出的这一个逆中飞弹突击艇那它其实它可以带2颗的这一个反舰飞弹，那这个反舰飞弹呢，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20公里那这一个部分其实是美国最伤脑筋的。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一出动啊，它不是一艘两艘啊。我们在这边看到的这个每一个黄框起来的这一个点，通通都是我们讲到的蚊子舰队啊。那现在对于美军来讲，美军的击杀的方法就是派出这一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直接用地狱火飞弹来攻击这一些小艇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数量太多，那而且其实它没有办法及早侦知。为什么没有办法及早侦知呢？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讲，在战前的时候，美国对于这一个一连串的从波斯湾一直到以色列，它都部署了一系列的各型的雷达，包含了这一个长程预警雷达，也就是铺路爪，那包含了萨德雷达，其实通通都是。但是现在这些通通都已经被击毁。击毁之后呢，其实现在美军靠的是什么？美军靠的也就是 RQ-4， 以及呢它的这一个预警机。那但是这个预警机呢，它不是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些波斯湾国家的机场起飞的，它是由这一个我们讲到的布希号打击群以及这个林肯号打击群上面起飞的。那因为美国已经习惯使用这一种透过这预警机来指派目标，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A-12B 导，或者是我们讲的联合接战能力，其实都是这个部分。那如果现在它的目标获得这么困难的话，其实它对于我们讲到的这些快艇啊，或者是无人机，为什么这么难防？原因也在此。至于水雷的部分，大家很喜欢讨论啊，但是有一个真正的核心，我们现在有看到任何一艘邮轮被水雷攻击吗？那个我们不知道是伊朗或者是美国哪一方提出来的假讯息。好，我们刚刚看到，其实是在这一次的美伊战火最新的这个伊朗不断的祭出各种的不对称作战，让美军很紧张。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伊朗不断的在消耗它的这一些军事武器，但是他现在说，其实他跟俄罗斯之间早就已经悄悄的开辟一条来自于纽时的最新揭露，这个叫做秘密的生命线。好，地点呢其实就是在里海这边了，一共是4个港口，而且呢这4个港口甚至是24小时不停止来做运作的。那它向伊朗输出的东西包括了这边根据纽时的报道，有这个无人机的零组件、军事设备、小麦跟各种的粮食。刚好伊朗先前在战争中损失了大概60%的无人机战力，正在迅速的重建当中。而且重点是里海不像波斯湾一样这么容易被美军给掌控哦，所以美国的智库也说，里海对美国而言几乎像是不存在一样。另外一方面，真的这个来自于俄罗斯跟伊朗完全不害怕，他干脆也故意关闭了这个卫星定位讯号，让美军是追踪变得更加的困难。赖老师怎么看这个里海的秘密补给线？这一直存在啊。从战争的初期，其实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伊朗的武器弹药比原本美国的情报还有以色列的情报估计的还要多。大家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它是从什么管道，还是之前就已经储备好了？可是理论上讲不应该储备数量这么大，因为伊朗在跟美国、以色列交战的时候，他们的本身的输出量也很大嘛。那消耗量这么大，怎么可能补充的这么的快呢？这个时候他们就发现应该有一条秘密管道。那原本他们以为是从这个货柜轮他们把它关掉一些讯号，然后就进入了这个伊朗的港口。可是后来他们发现好像不太对，因为美国一直不断的封锁追踪的过程中，最后确认大概是在里海。那以色列也曾经在3月份的时候对里海的这个伊朗所属的恩泽利港，那么进行了攻击，进行了轰炸，也就是想要切断俄罗斯提供给伊朗的这些武器这个是已经有发生的事情。是。不过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对于普丁来说，他在上礼拜接见这个伊朗的外长的时候，他就表明了很清楚的态度，他会继续支持伊朗。应对美国跟以色列的这场不正义之战，这个最主要的前因是来自于美国跟欧盟一直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交战。那美国、欧洲提供给乌克兰他所需要的武器弹药，
对于俄国来说的话，那凭什么我不能够给被打的伊朗他所需要的武器弹药？所以事实上，俄罗斯他们就建立了这个秘密的管道。那这个秘密管道事实上早就有了啊，只是现在才被发现。是。那会被发现，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去轰炸的时候才引起他们的关注，那才去研究了解这条管道。那原因在哪里？因为里海是内陆海。里海内陆海不是美国所能管辖得到。那美国管辖不到的话，俄罗斯他就从他的里海这个地方把他的物资都往这个地方送啊，送到伊朗，从港口，也就是从里海的俄罗斯端送到伊朗的这一端，然后再进来以后再送进伊朗的本土里面。他有送什么呢？目前一般的估计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无人机的发动机，还有就是电战机、抗干扰器啊。还有就是先进的导航设施，另外它的各种类型的弹药、导弹，他们都有给。还有据说柳树啊，应该有至少给500套的这个便携型的防空导弹，至少2500枚啊的这种防空导弹都有给供应。还有一种说法说，很有可能俄罗斯也提供直升机，只是它目前来讲，这个伊朗的直升机，我们有时候看到刚刚。小郑院长在介绍那个文职舰队，就是那个导弹快艇的时候，我们有发现上面有直升机，那个直升机应该不是美国的直升机去攻击的，它是伊朗的直升机，所以他们的判断是认为那个直升机也应该是俄罗斯所供应的。那如果说伊朗本身发展出一套就是在岸边，就是我们讲的白色海军，它本身地对空的这种便携型的这种导弹系统的话，那这个会牵制住美国用阿帕奇啊，或者是用通用直升机对于伊朗这个文职舰队的一个空对地的攻击，因为它本身就产生了制空的一种作用啊。那另外还有，当然就是比较强大的过去所传说的，例如说 S300啦，S400到底有没有给？这一点还没有办法证实。但是过去俄罗斯有提供伊朗 S300的这些防空导弹系统等等，所以我们从这边的角度来看的话，俄罗斯到目前为止还在供应伊朗所需要的所有的武器弹药。在这个部分里面啊，由于在目前停火了嘛，以色列也不可能再去轰炸了，所以伊朗的弹药快速的获得补给，也可能跟这条秘密管道有关。好，所以五角大厦看在眼里哦，看到俄罗斯不断的透过在里海的这个秘密管道提供给伊朗，不管是刚刚提到的防空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的发动机跟零件，所以五角大厦现在非常非常的头痛哦。尤其他们现在最担心的还有就是无人机，他们说呢，伊朗正在海量的生产当中，而且根据英国这边做了一个最新统计，每个月可以生产高达1万架的无人机，所以呢，美国财政部现在开始疯狂的制裁了，不管是制裁伊朗，或是制裁相关协助伊朗的国家，说呢，针对于伊朗的无人机供应链、军工企业、中港相关公司以及外国金融的机构都会来做制裁。但是重点是这些国家会怕吗？因为我们看到中国近期也公开反制美国的长臂管辖，那聂老师又怎么看？OK， 长臂管辖这个名词啊，在这个大国博弈，尤其地缘政治中谈得非常久哈。当然非常清楚的，美国有些东西真的做到了，它完全封杀的长臂管辖。中国也看在眼里，其实这个忍辱吞声已经非常久了。我先讲一下，长臂管辖在金融面，其实美国真的是做到，就是 US dollar 和 Germany 叫美元霸权啊。从这 Bretton Woods System 到现在，它真的可以用它的美元控制全世界，甚至金融机构等等。可是你刚谈到的有所谓无人机、军工啊，这个中港相关的企业，以及所谓的外国金融机构，那金融机构它还是有办法，你只要得罪了我，就让你在美国投资的任何用美元的，你这个金融机构就要受罚，或者让你受到很大的伤害。可是你要知道，中国当然一定会反随你的长臂管辖。在科技方面，我讲金融面，美国实际上真的达到了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但是科技面它想要，但是没那么容易，因为现在别的国家崛起的时候，你也没有一个制度，像 Bretton Woods System 布雷顿森林协议，让你的美元能够称霸世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因此呢，只要你实力够，就可以突破它的长臂管辖。因此，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中国当然不会让它挡嘛。就算挡你也挡不住，就这么简单。所以答案很简单，长臂管辖在美元真的美国做到，但是假设你要在科技在军工上现行的状态不太可能，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哈，
我们刚刚讲到你讲的不对称战争，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啊。以这个实力硬实力来讲，请问你用客观看谁比较厉害？当然是美国嘛。美国这么大的巨兽，开玩笑 ，F-15在这个第5代战机全球怎么排名都现在目前还是第1嘛哈。那因为那个我们讲的，我们对岸的6代战机还没有真正这个只是试飞而已。不管怎么说，实力上美国第1，可是持续战、消耗战，美国相反过来了，变成。反而在比较上变成不对称，是美国大输。所以你这就非常发现，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很怕再战，而且一直想要急于谈和谈的原因。你看现在伊朗很淡定，不是伊朗没有损伤，伊朗损伤比你大。伊朗呢讲不好听，实力也比你弱。可是伊朗呢，就是有点像以前那个国民党、共产党那小米夹步枪的方式，就无人机呢打你这个重装备的方式呢，它就可以把你打到稀里巴拉，打到你消耗到你最后，你会发现你现在真的好的这个武器呢现存的越来越少，而且你的库存也开始量不够，最后还更重要是美国制造业空洞化，它的后勤实力不够，所以美国你会不会怕？因此你会发现，我们算一下数字啊，刚刚讲多少多久1万辆一个月1万架。请问一天多少？330。请问1小时多少？一天工作11小时好了，1小时30架。一直这样量产。请问这种没有人在里面的无人机，不用生命威胁的，只要去攻你美国相关的一些军事基地，只要你惹我就对人反击，美国消耗得起吗？因此这种不对称战争打下去，美国真的会很怕。你就会发现美国急于抢和谈，而甚至这个他玩不下去了。而伊朗甚至前一阵子外交部长还讲出一句话说：“我们还没开始玩真的。”奇怪，你明明实力比人家弱，怎么敢讲出这样的话？非常清楚，因为他已经看到美国现在已经在整个不对称战争已经打到消耗到他可能消耗不起了。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